这第一就来了。对，今天买了顶新帽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哎，这样的，然后这样应该是这样。哎，新帽子，这个天暖和了，这个要多出去溜达，多出去溜达呢，又这个等天热了以后还要怕晒，所以要买个帽子。但是买了帽子呢，药盒还是要装的啊。所以先装药盒，然后呢，我觉得装药盒的时候，咱们可以讨论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这个，先装这个吧。渔夫帽，对，这还不算渔夫帽，渔夫帽那个两边是向下的，这种横着的呢，应该算户外步行帽。对，居然快10点了才开始，这个本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摸不清规律，所以我这个也没有了，想起来就装呗。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个事情啊，就是现在，前几天这个叫什么，这个有一个外卖小哥在谁来着点了外卖，是奇瑞点了外卖，4S店，然后呢，备注上写了说放前台就行，他就把这个东西放前台了，放前台了以后呢，是吉利还是奇瑞？好像是奇瑞，对。结果这个快递丢了啊，外卖丢了，丢了以后这个就给了个差评，说没有去东西放进去。然后呢，这个小哥就跑去吉利的4S店门口去哭诉，对吧？然后导致这个吉利的销量暴跌。你们觉得这事儿应该算什么样呢？就是应该是谁对谁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以现今这个社会呢，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这到底是谁错了，对吧？这个今晚直播比较晚是吧？啊，新婚姻法，新婚姻法上次咱们讲过了呀，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可讲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这周有趣的话题是农夫与蛇哈，为啥香港的 IP 不能加会员？可以啊，我应该我有一些香港会员啊。农夫与蛇的故事，你们想听这个呀？就是某位这个大 V，然后帮人家去做了这个公签，然后又被人家这个叫做什么呢？又被人家这个等于倒打了一耙吧？这个事情，你们难道想听这个吗？咱们征求一下，赶快回答。如果想听的话，我们就讲这个故事，讲讲我怎么看这事儿。这个 Tanker， 这个我觉得啊，咱们先说这个吧，先说前面这个事情，就是外卖小哥这个事情。其实呢，并不是互砸饭碗，真正这个里边的坏人是谁啊？真正坏人是饿了么，就是他呢用了一种极其严苛、极其残酷、极其不合理的方式，对外卖小哥进行管理，然后导致了最终的矛盾向基层去蔓延，对吧？这个其实才是就是外卖小哥跟奇瑞 4S 店之间的问题。那你说，来了，然后我没拿到东西，生气了，给了个差评，这事儿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呢，他设置的所有的考核标准和这些东西呢，等于没有给这种问题留出任何的余地。毛病在这儿，对吧？这个其实跟中国很多的问题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管理机构不作为，或者是懒政，然后导致大量的矛盾向基层聚集。这个是我们去看到的。这个 OK，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这件事儿。这个如果你们想去听一下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呢，也可以讲一讲。
呃，大家知道这个我跟大 V 还是算是认识吧，但是呢，但这件事儿上呢，他肯定有做的也有问题的地方啊。这个咱们就是到我这儿，肯定每一件事儿都是各有对错的一个事情，没有说谁全对或者谁全错。这个事情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对，最大的问题在于双方的预期是不匹配的。其实你去看他自己去解释说，我一开始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人来了给我们做了饭，然后那个还给我们写了很多的这种很这个表决心的信，对吧？讲了一堆这样的事情。其实呢，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这种案子是不能投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投项目的时候是叫做，就是尽可能简单，就是你不能把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搁一块儿啊，我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然后我一时数鸟啊，给了一笔钱把所有事儿都干了，这个事儿呢是肯定没有的，对吧？所以呢，他这个事情如果很简单的说，我就是去，有一个厨师，对吧？我要去招聘厨师，那么这个呢，其实不会有后边这个所有的这些问题。然后第二件事儿呢，是为什么说他这个叫双方的预期不匹配呢？其实按照他讲的整个这个故事来看啊，就是这个厨师或者这位女士呢，其实并不是想到他的店里去打工，对吧？他虽然没有讲得很透彻，但是呢，你通过他讲述的这个过程，其实那个女士想去干嘛呢？想去要他一笔投资，然后呢，这个自己去开一家新的这种，比如西北面食的新店，想去干这件事儿。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双方都没说明白。就是如果你想开新店，对吧？那么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对吧？还是说你在我这儿干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来开新店？那么这个新店到底是属于谁的？然后股份怎么分？其实呢，大家都没说明白，就导致呢，这个人到了他店里以后呢，他就让他说你就是一个厨师啊，或者说可能有经验的厨师，有面点证的一个厨师，然后呢继续来做包子。结果这个人可能也不是那么会做包子，人家是做比如说西北面点，可能拉面或者是这种什么泡馍什么这样的东西，对吧？那他这个就大家的这种预期就不是那么符合了。你比如说，假设吧，比如我今天出去找地儿求职去了，对吧？我跟人说，哎，我要去做这个投资总监啊，你得给我配俩人，然后呢，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人家可能也说明白了啊，然后人家你说你来吧，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说你这个做不了总监啊，你先在这个下头做分析师吧，对吧？去给我搜集资料。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是干不了的，对吧？这个而且跟我一开始的预期呢也不是很符合，这个就会导致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出来，对吧？这个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就是双方呢，其实没说明白到底要什么，然后到底想搞什么。其实我觉得呢，可能很大一部分就是大家也在互相客气，也不敢上来就说明白，说，哎，你就要，给我钱让我去开家新店，对吧？然后呢，这个就等于双方把很多的应该上来说清楚的事情呢，没说清楚。你比如说这个女士上来就说，我就是来开新店的啊，你让我去在原来的店里去做厨师这事儿我不干。那么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朋友来说呢，他就不会去说承担这个风险，对吧？他可能就不会去同意干这个事儿啊，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他比如跟那女士也说清楚了，说你这个新店是开不了的，对吧？你必须在我这儿老老实实的做这个厨师，我就是给你发的做厨师的钱，而且这个厨师呢，也不是说做到哪一天你就可以去开新店了啊，就开一个新品类，对吧？去做一些这个你想做的这个西北面点，这个事儿呢，如果说清楚了，那个女士可能就不去了，对吧？所以呢，他们两边可能都惦记说，哎，我是不是这个先把这个话说的模糊一点儿，然后事情就可以往前走。走到一定时间以后呢，大家都可以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其实呢，这个事情
就是你比如说啊，有些情况呢，它是可以得到满意结果。比如说这个人来了，也干了一段时间，大家比如说日久见人心，对吧？这个相互也取得了信任，然后呢，这个店的这个收益也还不错，那么可能就真的是说咱们就开个新的品类，开个新店也未尝不可。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呢，其实会就更喜欢是什么？就把这事儿一开始摊明白了，因为你不摊明白了的话，后面就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都觉得这个里头是有一些，就是我预期，然后你又懂，然后呢，这个你不应该这个，就是你应该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最后就可能就都会很不满意吧，大概就是这样。你像他也讲了嘛，说他也不相信那位女士就是钓鱼来的，就是纯憋着骗他来的，对吧？这个肯定就是大家一开始的预期呢没有说太透。啊，这个也不是那么复杂了。而且呢，这个你想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把这么多乱七八糟事情搅和在一起。刚才我讲了，就是说做所有的这种投资也好，其实它不是一个招聘，也不是一个工钱，它其实是个投资。其实这种投资呢，最忌讳的就是把各种的目标啊混在一起。你想他这里头，对吧？有这个小作文的事情，有这个移民的事情，有这个先要去什么实习，而且整个这些东西等于太多东西混在一起了，对吧？这个里头每一样事情可能都很麻烦，而且都可能说你做一次未必能成功。结果你希望把4、5件这个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混在一块儿，然后一把都成功，那你说这玩意儿概率能有多低，对吧？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如果这个人就是想来去开西北面食店馆的，对吧？你也说明白了，那这个事儿呢，就看呗，你愿意让他开，咱们就资助他开，对吧？或者说，这个发现他的性格不是很稳定啊，那就别让他开，他就是这么个事儿吧，对吧？但是他这个可能考察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啊，就是你可能就是按考察 CEO 的方式来去考察这个人了，就不再是按照这个考察一个面点师傅的这个方式来去考察了，对吧？那你想你要在日本成为一个 CEO，能够自己独当一摊开一个面食店，他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可能这个人他压根儿就不符合这种的要求，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可能还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事情里边吧，上上下下的人呢都是预期不是那么清晰啊，或者说有一些预期呢没有说明白。其实在国内呢，也很多的这种企业或者投资之间呢，确实会有一些模糊地带，但是呢，相对来说大家会比较成熟啊，或者说有一些应对这些模糊地带的一些方法，才有可能让这个事情往前走，否则的话，就大家都会很不开心。对，像我们以前讲说投资呢，两件事儿啊，一个呢叫做信任游戏，一个呢叫预期管理。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预期管理呢，其实这个案例里头吧，其实是失败的，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信任游戏，就是这些人呢，他这种信任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薄弱的基础上。你像这个人他也不认识啊，给他写了一堆这种很这个表忠心的信，对吧？然后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如何如何了？这个其实很危险的。我跟你们讲一故事吧。这个我以前呢有一个老板就干过这么一次事儿，他呢出去看这个游戏投资，然后呢就跟人讲说，哎，你要做什么游戏啊？你要做得好的话，我投资你啊。然后人家就问他说，那个这个做什么什么游戏，你看好什么呀？对吧？然后两边就开始聊上了，聊着聊着呢，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说就说到我心坎里了啊！这个人说的这个东西就是我想做的，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游戏，然后我一定要投他。然后就找我去，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公司里负责投资嘛。然后呢，前期不是我谈的，我们的老板自己谈的。谈完了以后说：“你去谈吧，这个我实在太看好他们了，他们太厉害了，这个完全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然后呢，他讲完这话，我心里就知道有问题了，这事儿一定不是这样的，对吧？然后我就把这人叫出来啊，跟人约着开始聊。聊完了以后，发现是一什么故事呢？看看，对，
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个人其实不是个创业者，他是个做游戏外包的，做游戏外包的乙方。那么做游戏外包的乙方呢，他就很熟练的说，哎，去探索甲方的需求，说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做。然后甭管你想要什么呢，我都让你有信心，觉得我能够做出来，对吧？他就干这个的，而且人家做游戏外包做了可能十几年了，就特别熟练的一个游戏外包。然后后来我说：“那你手里有几个团队？”他说：“我有仨团队。”我说：“那你的同时接多少外包？”他说：“我同时接了三四个外包啊，一起在干。”后来我说：“那如果我投资你，你能把那些团队关了吗？就通通干我这一个事儿行不行？”他说：“不行啊，我这个一定要说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得这个，叫做这个一起干啊，我也不能保证说你投我这笔钱，就让我把这个游戏就做出来，对吧？所以我不能把那些团队都关了，而且我这么多团队，那这个肯定很贵嘛。”你要一把投的话，你可能要付一个比较高的钱。然后这个回去我就去跟老板去沟通去了，我说这个事儿呢，我说人家就是个乙方，对吧？然后用伺候甲方爸爸的方式，这个把你的毛捋顺了。这个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呢，反正几条路，第一条路呢，你把你想做的事情跟人说明白了，然后呢，咱就让他外包一把。然后第二条路呢，就是我们整个把公司买下来，或者说这个投下来。然后整个控制它，让它不要再去做任何其他人的外包啊，去直接做排他。然后呢，整个做咱们的项目。然后呢，第三条路呢，就这事儿就拉倒了啊，以后咱们大家还是朋友，有机会再聊天。后来我们老板说，那咱还是第三条路吧，咱们就是以后还是朋友就完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预期管理和这种叫做信任游戏啊。然后在这个里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投资呢不能给自己找麻烦。哎，不能给自己找这个恩怨啊，不能给自己找这种叫做什么呢？不能给自己找这个官司，对吧？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这个散人这次呢，就属于是给找了一些不痛快吧，大概就是这样啊。然后我看看啊。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好像是专门为这个女士开了个新店，只不过老板不是他而已啊。这个里头肯定还是有一些这种乱七八糟事情，而且其实二三四五，对，这种事儿怎么说呢？就是餐饮这种开这样的新店呢，跟我们以前做这个叫什么，做互联网投资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相当于借了他笔钱，对吧？你借了他笔钱，然后呢，让他去等于连锁承包了一个新案子。像我们以前做孵化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好多这种就是不是特别有经验的创业者。那怎么办呢？我们会做格式合同，然后就是每一个创业者来了以后呢，我们会跟他谈说，你看啊，这是格式合同啊，你可以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改。然后呢，我们会告诉他说哪个地方有风险，哪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儿。这个，而且呢，会这个就是说也会控制的很好。比如说，一开始是多少钱啊？第一笔钱怎么弄？第二笔钱怎么弄？然后达到什么里程碑再给下一笔钱，然后中间告诉他考核哪些事情，对吧？这个事儿一定会跟他说的很清楚。如果说不清楚的话，这个就会搞得这个大家就都不太愉快呗。还差一课，再来一个。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散人自己也是做这个什么出身的，做投资出身的。但我估计呢，他可能原来是不是主要做的一些比较后期的案子。这个对这种就是特别早期的创业者就，数一下数，1、2、3、4、5、6、7、8、9、10、11、12、13，没问题。好，药装好了。所以他对于很多早期的案子呢，就不是那么熟悉。其实早期的案子这种事情是很多的，像他这种不算是特别奇葩的事情，就我们以前遇到过更奇葩的，对吧？这才是一个人。我们原来遇上过什么事儿呢？就是比如仨人来合伙了，合伙做生意完了以后呢，每一个人要求跟你单聊，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惦记把另外2个人干掉。
这种事情我们都碰上过，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比如说还有这种 MBO spin off 出来的，就是它或者还有大的这个股东的，对吧？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跟别人签的有各种奇奇怪怪协议的，这种事儿都很多的。就是特别是这种早期案子，就是早期这种，天使轮种子轮对吧？然后呢，做这个叫做一些没有创业经验，然后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混在一起，就是出他这种事儿，我觉得是蛮正常的啊，非常非常正常。这个像他们正确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正确的玩法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今天要在日本开这个连锁包子铺，开始进行这个什么了啊？进行拓展了。那么还是应该呢，把它做成标准化和格式化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店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可以有一个测算。那么测算的这个也算一个成本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测算，然后呢这个测算写出报告来就是一个成本，我们算好了。下面呢就是招募这个店长，对吧？店长呢，比如说是，可以是你自己来了以后啊，然后比如说你拿到工签了或者什么样的，然后你可以，去来加盟这个店啊，这个事儿是可以去做的。甚至呢，可以做一些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孵化器，或者是这种叫实验店，就是我这个店里就专门实验各种奇奇怪怪吃的东西的啊。你这个来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实验，然后呢，实验2天以后好吃，大家打个分啊，接着吃，然后没准它就可以有新店啊，或者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所有的门店里就会有一种新的食物。大家去肯德基、麦当劳经常会有那种叫限时菜单嘛，就这2个月有，下2个月没有了，就是这个就是可以干这个事儿。但是呢，它必须是把这个就是过程要固定下来，然后呢，不能混在一起。你哪怕说，哎，我今天要准备给人发工签，让大家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其实也可以，不是说不行。但是前提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上来以后把所有东西说明白了，对吧？说这个你来了以后到底是什么样，试用期多少钱，多长时间，对吧？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你再跟我讲别的东西，你到底是粉红还是反贼还是什么东西，跟整个这件事儿是无关的，对吧？你不能把这东西混在一块儿。啊，这个如果说，哎，你就是来了以后，我们就说你来了，啊，你就老老实实在我这儿干，然后我给你做担保。如果你违反了我哪些规章制度啊，或者说违反了我什么样的这个竞业的条款啊，那我就取消你的担保，你就走人，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日本餐饮好像确实是连锁不是特别多啊，因为他们这个反正他们很多规定挺奇葩的。老范来个直播打胰岛素，我不打胰岛素啊，我就是得糖尿病就是最重的时候打过，后来其实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打过胰岛素。然后突然想起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老范前2天说博士去看清洁工，跟这个大概是一个意思，其实也不一样。这个但是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期不符合的地方吧。然后，这种事情让人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同温层，不能感情用事。倒不是说不能感情用事，就是怎么说呢？还是说一码归一码，对吧？这个，你向往自由是向往自由的事儿，然后呢，你愿意来打工是来打工的事儿，对吧？你不能混在一起，因为你向往自由了，所以你打工我要多给你薪水，啊，或者说我就要容忍你的一些其他的情况，这个事儿其实最后就只能是大家都不开心，对吧？没有任何其他好说的事情。也其实也不是说太好心，就是说他我估计大概率是什么呢？大概率是他很多的管理不太到位啊，就是说，很多事情呢，就是你们下边干吧，对吧？然后呢，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利用一些也不叫利用吧，就是他实际上就会存在什么呢？就是多头管理和多头沟通以后的一些信息差啊。有些人说啊，这个事儿大老板同意了啊，那个事儿下边人知道了，然后呢，串来串去，最后可能互相还有一些嫌隙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就是他肯定有些事儿管得没那么细呗。这种事儿吧，我觉得大 V 还是有点儿心态失衡啊，也能理解。费了大劲，结果和预期满拧，结果就定性了。其实外国一样有事儿说岔了的。对，其实我觉得
他倒也不算心态失衡了，他到最后他还在讲嘛，因为那期视频我还仔细看了一下，他说这个他不相信这个女的是来钓鱼来的啊，就是来骗他来的。就我相信还是大家就是一开始说的跟心里想的有一些差异吧。而且呢，呃，作为一个投资人，对吧？他自己也是投资人，然后呢，也作为一个老板，对吧？他自己做了这么长时间老板，也招聘了这么多人，他呢肯定真正觉得不爽的地方在哪儿呢？是他看走眼了，对吧？这个事儿是不爽的。这个其他的，你说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他也在网上混了这么多年了，对吧？这个出来这个说他两句，他能算啥呀？这他要往心里去，早甭混了，对吧？在商言商，不能感情用事，反正就是一码归一码。这个商业社会、企业关系，做好风险管控，一情绪化，生意就没法往下做了。他们还是太多的这个东西放在一起了啊。岔开个话题，会员的视频里的这周有2个事情，其实没太看懂，不知道老范有空再说说。一搭子，感觉这个是一种廉价的、缺少法律保护的服务模式。除了便宜和潜在风险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吗？二，豚鼠那个新闻，我真觉得不是个事儿，但封号了，现在真的是有些风声鹤唳了。对了，豚鼠那个呢其实是公众频道啊，但是它是明天上午8点半的公众频道，但是作为会员可以先看到。搭子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这样啊，你不能这么去理解这种问题啊，它确实现在是缺乏法律保护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对吧？它有这个新的这个潜在风险，这是真的。但是你要想清楚，比如 Uber、Airbnb、滴滴、美团外卖，在刚开始的时候跟搭子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只是说现在又开始尝试新的服务方式了，对吧？一种新的众包的服务方式。如果这个方式最终被确定下来了，那么可能就会有新的像滴滴这样的系统起来，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不要太说我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就是你总要给他一些新生事物尝试的机会啊。然后呢，至于这个猫亦飞封号这个事儿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呃，公安局是没有下令封号的啊，因为公安局本身没有这个权利。公安局封号呢，就是他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公安局说我警告你啊，或者说你现在违法犯罪了啊，然后我会向平台发出警告，他有这个权利。但是呢，现在大家要看到封号是谁封的，是抖音封的，是 B 站封的，对吧？但是这个呢是平台自行做出的决定，因为平台在让所有博主上来的时候呢，跟这些博主是签了一个协议的。这个协议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我可以有权去封号。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就认为说，哎，这个事情已经成立了，对吧？那就直接把它封掉。这个也还是怎么说呢？反正它也就如此了呗。天使投资，对，这个来了。日本餐饮好对，是日本是不多，但是也有啊，不是说没有。你像日本的那个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也都是餐饮连锁嘛，伊兰拉面也有啊，这个其他它也都有，只是他们总之没有咱们国内那么快。感觉就是没说明白，全部一通大杂烩。这个我觉得呢，一方面是没说明白，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儿的，就是可能性比较大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日本这种地方吧，就是在这种叫互信社会里头，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做，对吧？然后呢，做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他就相信他下边的经理怎么样了，然后他的经理也相信其他人怎么样，就他等于是有很多该说的事情没说。正常的可能也没啥大毛病，但是在他这个引入了这种不可控的新因素之后呢，就会出事儿。这个老范装药的时候有点 ASMR 了，是的。这个也是在做实验，结果失败了。
我觉得实验也不至于，他并没有说成批量的想干这个事儿，只是呢，赶上了这么个人，对吧？但是这个人呢，其实咱们说一点儿不太政治正确的话啊，如果这个人是个男的，那么可能啊，如果我站在他那个角度上说，我可能会投他啊。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个女的，那就肯定不投啊。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个男的啊，这是个狠角色，对吧？而且这个有极强的这种叫做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趋向，然后呢，即使是装出来的，也是装的很好的，属于是什么呢？就是要么你就是个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啊，要不然你就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就是你可以装成这样。甭管是哪一样呢，它其实对于一个成为新的创业者，对吧？成为这个可以把一摊生意赚起来这么一个人来说，而且他可以啊，在这个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就可以用了这么多的方式，这么大的努力去找到人，去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还可以感动别人，这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创业者，对吧？但如果是个女的，为什么就不能投他呢？就是他的这种家庭羁绊，他的这种子女羁绊，他的很多东西，就是他有太多的东西是排在事业之前的，对吧？这个事情呢，就没法整了，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最后谈的是个生意啊，这个当然你说政治不正确了，这个事儿一定是，我们要承认，确实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油条，看人的时候，看走眼了，这个应该是要自我反省一下。那位女士比较情绪化，是在初期就表现出来了的，却没有引起警觉啊。那位女士没有足够的餐饮从业经验，这件事情没有提前进行核实是，背调工作不合格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呃，这个我觉得啊还是他下面的我觉得他下面经理也是不太有经验。就这个事儿呢，还是应该很多东西要跟这位女士说得很明白啊，就是说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哪件事儿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啊，比如说啊，有这么一个人今天来了，来了以后甭管他怎么找到我们的吧，他来了说我要去做这个厨师也好，或者做什么也好，啊，那没问题啊，你来面试了，等于前面他也讲面试了啊，面试完了以后，这个面试通过了，实际上是面试通过了。那么下一件事儿是干嘛呢？就有一个格式或者有一个标准流程等着你说，你看啊，你现在面试通过了，那么你的最后的结果是啊，比如说试用期6个月，然后呢转正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这个正常的店面营业的这个工作啊，但是你还是要去做原来这个包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啊，在这个里头，我允许你立项进行新的食品研发啊，这个事儿是 OK 的。那么如果立项成功，我们内部也有一套规则，到底怎么去立项。然后呢，假设比如说我们立项成功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比如说试吃单品啊，或者是季节食物，或者是叫做这个什么呢？就是单店的一个特色食物，或者是说我们所有连锁店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食物，或者说我们开一种新的店，我们会分门别类的把这东西列出来，说你自己看着自己去选，对吧？说哎，我最后就是要去自己开店，没有毛病，对吧？你比如说像海底捞，他们说哎，你现在是一个店长，你想去开店了，那么首先有条件，你必须在我这儿服务多少年了，然后呢，这个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水平，对吧？那么这个能够保证什么呢？第一个就你能够熟悉我的企业精神和文化，对吧？然后你能熟悉我所有规章制度，熟悉我所有的这个供应链什么你都明白啊，这个事情标准你都很清楚，那这种情况下我才允许你去签约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你去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再给你一笔钱，然后呢，你比如说在你前面多长时间你这个是利润多少是分给我的，很高比例的分给我，然后分完了以后达到了这个分红的一个基准线，说相当于我把投入的钱收回来了，然后 OK 后面的咱们再订立新的这个分配标准，然后呢你是分的多一些，我分的少一些，对吧？他是慢慢这样的去做的，这是海底捞的这个方式，就是你把所有东西就是一开始规划好然后扔给他就完事儿了。那你愿意选你就选你不愿意选
啊，那你就别来啊，或者说，哎，我一开始同意了，然后最后我又不同意了，对吧？那咱们就拿出白纸黑字来，对吧？你看你前头是这样的啊，后边你又不同意了。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干这个事儿呢，就不能一个一个干，就是得大波往里轰啊。一次我比如说，这一批招募50个，啊，这50个里头，就跟那个郭德纲搞那个什么龙字科什么搞那玩意儿似的，一次招50个，考试完了以后留下5个，这事儿没毛病吧？对吧？你像他自己还是大 V，开个号然后直播一下，说你看我们今儿是啊这样的一个事儿啊，50个人今儿在这个什么了啊，我们做个考试啊，考试的时候呢，咱们大家评委啊一起坐着吃，然后在他们哪些店面里头，其实这都是生意啊，就好多东西可以干，干完以后留5个，然后最后再啊怎么一步一步再往前走呗，然后最后比如说哎有那么2、3个啊，最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慢慢淘汰嘛，啊这个是一个标准的玩法嘛。这个，国九条真的是懒得聊啊，没什么意思。关键我觉得，干啥都要有效沟通啊，来来回回扯太痛苦了，是这样的。这个，但是我呢，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沟通的人啊，就是我以前在这个叫什么的时候呢，就是跟很多这个投资人啊，跟这个创始人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对，这个甚至有很多人沟通完了以后，会到我的老板那里去告我的状啊，这个都是会存在的情况。这个，但是呢，我就是后面这些人都会认啊，说这个谢谢我前面把话给他说明白了，对吧？把各种有压力的事情跟他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最后大家都会认。其实你一开始把难听的话说明白了，其实，合作不了就合作不了了，您总比这个合作完了以后，最后大家互相落埋怨强，对吧？这么一说，我忽然觉得那个女的还挺厉害的，是她这女的是挺厉害的。现在好多年轻姑娘应聘的时候，会把铁钉写在简历上，铁定是要丁克的啊，但是也没什么用啊。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啊，没什么必要。这个像我们以前是这样的啊，这个咱们继续说这个男女的问题。这个我原来有认识一个朋友，也是我以前一个同事吧，是投资人。然后呢，他原来有这个叫3个不做啊。第一个呢是不给女老板打工，第二个是不招聘女下属，第三个是从来不投女的创始人。这个也是属于政治不正确啊，我们就不讲他是谁了啊。然后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说，你这个做一个公司也好，特别是创业公司，因为创业公司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你遇到这些事情以后呢，就会导致你失败，就是哪怕你什么都不遇到，你都可能大概率会失败，对吧？然后这个你万一有点感情纠纷了，或者有一些什么怀孕生孩子了，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你这个公司就没法往前走了啊，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麻烦的。这个你像我们以前投资，就算投男性创始人，都会要求他们去签什么东西，去签那个，就是他老婆要放弃这个股票的这个，相关的权利，对吧？因为你万一俩人干了一段时间，你离婚了，然后你老婆要求分股票，这事儿没法弄，对吧？所以是很多那个投资人就是拿这个东西回去一看，然后这个直接回去就离婚了，或者说那个就这个事儿是存在的啊。因为你想你投了一个人，你很看好一个小伙子，啊，说这个人非常棒啊，你投资他了，投资完了以后，因为你投完了以后，可能你占了20%，然后这个小伙子自己占了80%，然后呢，干了这个比如说3月，离婚了，然后离婚了以后呢，他这个老婆说，哎，我得分这个一半的股份啊，对吧？他拿走了40%，小伙子留了40%，那这个企业还干不干了？没法干了，对吧？上来投票了以后啊，这个2个人还欢喜冤家，这个他这个小伙子想干的事儿，他老婆就不干，这个前妻就不同意，那你说这企业还怎么弄？所以这有的时候就没法整啊，这个就完全没法整。豚鼠这个事情啊，这个其实可以类比国内有案底的人求职，很难一个道理。官方并没有说不能招有案底的人啊，对，是这样的，只是提醒企业要谨慎甄别招聘人员啊，但导致的结果就是骗取企业一般让求职者去派出所开一个无犯罪证明，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豚鼠这个事儿呢，哎，算了，他就别在国内瞎混了呗，赶快出去就完了呗。到这个
他比如也在法国混了这么长时间，就以后在法国去混呗，对吧？还能怎么办呢？这个也没什么别的。这个在国内我觉得再想开号这事儿就很难了。5月离开中国时间太久了，警惕性，哎，我觉得反正日本是一个比较，呃，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就是你在日本待一段时间太干净了，回来可能就会过敏啊，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他在日本开店安全吗？会不会找麻烦？这个我觉得日本的警察会保护他的，对吧？这个还是要相信法治社会，对吧？你任何人到了那儿都得守法，那儿也不是法外之地，对吧？分析他们的劳资分歧，就跟事后看别人离婚一样，为啥没签婚前协定，生了孩子谁来看？怎么怀孕之前没提呢？一笔糊涂账，离就离了吧。感情用事了，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一定要相信这件事儿啊，就是说你的协议也好，或者婚姻的所有的约定也好，你是不可能事无巨细定下来的。所以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白的事情啊，这个是必然的。那么你不能说到了最后说，哦，我怪说前头为什么这没签那没签，对吧？我们只能说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他依然是说一个人一个人来的话，其实签不签也无所谓。就刚才我讲的那些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急速扩张模式，就是开始玩中国模式，对吧？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进行大批量孵化，你是需要做这个叫做什么各种格式化、各种的这个叫做流程化，需要做这个事情。他比如说他也没想干这事儿，他说我就想起来开我就多开一家，不想开就拉倒了。那其实他也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沟通过这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玩一把中国的急速扩张模式？没想过这事儿，对吧？这个，所以它不是一个玩法儿，对吧？这个你就想吧，你在像日本这种地方，大家相互信任，都在一个底线之内做事情，每件事情不需要说的那么明白，跟所有事情都跟防贼似的把它说明白，哪个更幸福一点？这个其实很显然的嘛。创业公司适龄女性进来就休产假，确实受不了。呃，反正国内还是太卷了啊，这个没什么办法，就它等于没有给你留出这个容错率来，这个就比较难搞啊。这个，可能很多人对于不了解这个人我很有印象，在10多年前微博江湖上，他很喜欢给人一种已经财富自由的这个文艺青年印象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该有他有钱是他的事儿，对吧？你不能说，哎，你这么有钱，你是不是该给我点儿？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啊。但是中国呢，确实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当时是什么人了？就是在国内，反正叫大衣哥还是叫什么，反正也是突然就红了，就有钱了，就一帮人找他去借钱，然后你不借给他，然后他就堵在你家门口骂，是吧？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事情。这个但是他要想装个有钱这事儿呢，你还能咋办呢？对吧？那他只能上日本装去呗。那日本呢，它是个法治社会，对吧？你不能说你有钱你非借给我你不借给我这个，我就堵着你门骂你，对吧？这个警察会管的这个，所以他只能上那儿去装去。你比如说，假设我吧，我今天想去找自然人要一笔钱，这个事儿也可以不是说不行，对吧？那我就去找他去了。对吧？那我首先要有个理由，对吧？你比如说，哎，我今儿想做个基金然后想投什么案子，这个我找你去募资，对吧？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也要写这个募资文件，然后写清楚说，哎，我准备募什么案子，然后为什么我募这种案子，这个就投这种案子，这个看得准然后我准备要多少钱，然后呢，这个计划是怎么来回报，怎么退出，说明白了，那人家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不给，对吧？他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不能说，哎，咱们俩是交情，你必须给我，你要不给我的话，这交情没法做了。这个呢，就属于叫耍无赖了，对吧？你这个就叫眉毛胡子一把抓，就拎不清了，对吧？这个，但是呢，你说，哎，有关系有认识了，你说我去找他募这个资，那他说，哎，咱们原来认识这个可能根据一些什么了解，我觉得你这事儿行或者不行，对吧？他也算有一个提前的判断，就是关系呢是这么用的。但是你不能说，哎，因为这个事儿，你不给我这个钱，我就
怎么样了啊？你就是骗我了，你就什么什么样了，这个呢就属于拎不清啊。这就是铁血的世界是这样的。刚上了这个吃药直播，刚骑车回来，为了将来不吃或者少吃药，一定要多运动啊。好的，骑车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运动的啊。对，但是现在北京很奇怪啊，北京那个外面叫什么东西，就是这个飞的这个毛实在是很吓人啊，就是出去一趟这个鼻子就开始痒，那简直满地都是毛啊！这个以前真没觉得有这么多啊。这个晚上好啊，晚上好。比特币继续暴跌，这个跌就跌呗，这事儿山寨这事儿哪是我能够这个搞得明白的呀？哎，我看比特币现在多少钱了？看一眼啊，嗯，这个肯定这2天是亏惨了，行情哇64000了，这个以太坊30000多少啊？3000多少了？3018，好吧，那就这样吧。豚鼠会不会成为易发那样人在国内做跨境平台？不一定，因为我觉得他在法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易发其实不知道他为什么愿意在国内不出来啊？呃，因为他那么年轻，好像也不像是有家室的样子，这个就能出就出去呗。但是呢，有的时候女性她就是这样，男人可能就真的是一走了之了啊，女人可能真的是要爱情、要家庭、要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会顾及更多一点。我觉得豚鼠可以做到，但是的确也是会自损。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博主的，我看法不客观了。对，我也挺喜欢的啊，这个他就开心呗。这种人，我觉得就是你到国外去呗，这个没什么问题。我担心店会不会少啊？这个很多公费留学生访学这类的客户，感觉这类店占比还是蛮多的啊。不，这个我觉得多少这种事儿，他们反正按照他那个方式慢慢做呗。他这个事情不符合逻辑。作为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士，我了解的情况是，作为一个面点师的情况，得到工作签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很简单，他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工种啊，因此，不应该属于引进特殊人才。从聊天记录来看，他们并不熟悉，所以他这个里头肯定是有感情用事的部分呗，那咋办呢？对，这个其实他把太多乱七八糟东西混在一起了。诶，再下一条怎么点不动了？啊，这儿呢。说个题外话啊，这次能到舆论中心，好多20、30岁在日本在日华人打工人，一股苦勤已久，一下子打工，开始共情起来，在家的王局那边几个，哎，王局就玩呗，那能怎么办呢？这种就是属于给他找事儿，舆论逼捐这种事情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一个例子是怼农夫山泉，对，这个有些人他就是这样吧，他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喜欢道德绑架嘛。后来卖出去万多斤什么东西啊？被人揭发就是普通猪肉啊，也是一些部门罚了不少钱啊，这可能是他去日本的原因之一。不知道这事儿是什么事儿啊？国内10多年前啊，这个，哎，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当你达到一定的关注度以上，然后呢，你又没有这么多的专业团队去给你运营，对吧？自己又不是一个，比如像雷军那种立身特别严谨的人，这个你的名声不可能好，对吧？这个一定是这样，任何人都如此，对吧？你比如说像我，我现在有5万关注，对吧？不停的有人来骂我，对吧？这有什么办法呢？对吧？还有人说啊，你被这开除了，你被那开除了。我说那您稍微找点靠谱的人再去了解了解，对不对？对吧？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这个其实都很正常。
每个人都有这个，就是他有很多面啊。有些人愿意传的说啊，这个人我不喜欢；有人说我愿意喜欢。那这个，跟你到底有多少人关注是有关的，对吧？你说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人认识他，这人名声最好啊。伊朗已经宣布顺利结束了，以色列那要是暂时放过这个事儿，这个看呗，这个现在不好说，波诡云谲。我也关注豚鼠挺长时间了，这姐们儿真不怕拿自己开涮，各种沙雕自黑。对啊，挺喜欢的。就是你像美女啊，身材也还可以，对吧？可以做模特出去走秀，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每天拿自己开涮，对吧？这个挺好的呀。她其实我还真没注意她在频道上卖过什么东西啊，她就基本上在混时尚圈，在干这么个事儿。那这种人，哎，这怎么说呢？真没法说他。道德洁癖最可怕了啊！用道德要求别人，用人性标榜自己，是这样。这个怕飞毛的话，可以买一条。哎，我是讨厌任何套在脸上的东西，这个包括口罩。看好在香港的平台做虚拟资产交易嘛？资金安全嘛？香港政府很支持，但内地始终不晓得，不看好啊。这个香港也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党说了算，对吧？你自己看着办。而且据说香港马上要开那个什么了啊，要开比特币 ETF 了，对吧？现货 ETF，这开完了以后，你说你买不买吧？你买完了以后，这事儿怎么弄吧？对吧？最后都给你没收了。豚鼠团队就是，每一个合格总监啊，这个真不能这么讲，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好多这样的事情啊，你真不知道哪根筋就捅到他的这个节骨眼儿上去了。这个事儿是，呃，就是它的合规成本是非常高的啊，就是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你像他这个事儿，如果出来了以后没有那么多官微去传播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对吧？就是因为太多人去传播了，传播完了以后，他其实真的是踩的点儿踩的太准了，对吧？这个就没法整。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想明白说，你想他自己作为一个，我估计是个富二代啊，因为这么早就去法国，然后还在法国待了这么长时间，他好像在法国待了10年，啊，就对于他来说，他可能觉得，哎，到法国去玩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吧？但是没想到现在敏感神经是这样的，啊，所以就这次就翻车了。啊，一码归一码，大 V 以前做了啥我也不关心，就事论事。哎，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呢千万不要说，哎，我看过他以前的一个什么话啊，那么他就是什么什么这个人啊，千万不要干这个事儿。当你去说，哎，比如说我看过王菊以前说过这样的话啊，我看过散人以前说过那样的话，啊，我看过谁谁谁怎么去评价这个人了，我看过谁谁谁怎么去评价那个人了。当你每一次用这样的语气去给人去定性的时候，你去想想你自己以前说过什么话，你去想想以前有没有人不喜欢你，说过你怎么样，对吧？那么这些人能够代表，或者这些话能够代表你到底是谁吗？其实代表不了的，对吧？所以千万不要说，哎，谁谁谁说过什么，啊，谁谁谁以前怎么样了，啊，谁谁谁以前骂过谁啊，不要干这个事儿，没意义。聊聊你对下半年科技大势的预测吧。这个我觉得可以讲一讲。我觉得下半年，呃，核心的肯定还是 AIGC 了，对吧？肯定是大模型继续狂飙，对吧？GPT5、Llama 3，然后呢，谷歌肯定还要再往前走，但谷歌那个实在是让我很失望啊。然后各种开源模型，我觉得快要大爆发了，因为我最近天天在挂开源模型在玩啊，这个实在是很爽。待会儿可以给大家再演示几个啊，可好玩了。Vision Pro 还没去试啊，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它是卖自家女装的啊，我是没怎么看啊，其实挺好的。那他卖女装就那个什么呗，好像他老爸有自己的店啊，那就卖呗。他估计应该也是个富二代。土豆条款，这是什么东西？就只是想找个员工啊，也许这位女士以为是可以当，我估计是她惦记来当店长的啊。这个其实它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们去写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钱数，
对吧？这个特别是好多人都觉得中介骗人啊，这个中国的中介四处坑中国人，很多原因就在这儿。这个其实我这次去日本也跟他们沟通过这个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你做的内容不是完全真实的，对吧？你做完全真实你又过不去，然后你为了过呢，你就开始在这个提交的材料上又做一些这个等于是做一些瑕疵在上头，那最终呢导致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中介做出来的东西，日本人就不信，对吧？或者说你在这个里头，因为你一旦是做出这种东西来以后呢，它就会这个后边就有可能会造出其他问题嘛。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说到飞毛啊，我当年5月份去帝都，满天柳絮，这个真的没法整。比特币和以太坊的 ETF 都要在香港上了，下周一，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上吧，上完了以后，没准它能暴涨一顿呢，能够把我这段时间的损失给我涨回来。法国其实便宜的只是法语，只要法语好，很多学校是免费的，或者学费低，在豚鼠出国的时候，这个性价比很好。但是法国就是那种，可能更容易进不好出，因为毕业论文要用法语写，好吧？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是在法国那边留学，他们是第几大学？他反正那个法国好几个大学都是按数啊，第一、第二、第三那么来的。像豚鼠这种，就是他在法国学完了以后，还可以在法国工作了这么多年，对吧？在这个法国这种时尚设计界里头，可以当设计师，应该还是挺厉害的啊。B 站就是有黑老范的，真的是很无语。其实又怎么样了？爱看的就爱看老范。B 站怎么会有人黑我呢？我的节目又不在 B 站上。这个知乎的日常话题如何看待谁谁谁，这个话题实在是无聊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是用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发展的眼光去看，对吧？谁小时候不尿床，对吧？你小时候还尿过床呢，你这个人这么不要脸，怎么能尿床呢？对吧？你这个你说怎么弄啊？不能用曾经的话语标签去，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人是复杂多变的，而且你说你一旦用以前的话，还经常会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叫断章取义，对吧？你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下，你把这句话截出来，然后贴出来看了，对吧？这个没法整。所以经常有好多人说啊，你看这个人就是个大外宣，他原来还说过这个呢。这个其实我是不信的啊。这个跟我讲这个话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不是特别理性的人啊，或者说就是特别坏。无聊的问题啊，老范怎么看微软？另外，似乎亚马逊没入局大模型，亚马逊入局了，亚马逊投了好多钱给那个叫呃叫 Authority，我忘了那个词怎么念了，就那个人类公司应该怎么念？叫那个就是他们做 cloud 的那个公司，就是他是亚马逊是他的最大投资人，而且现在你用亚马逊的那个云就可以直接挂他们家的 API 来使。微软呢，反正这次是踩中了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换个角度啊，也贪人家的这个处境被约束，这个呢，我觉得倒没有了。你就这么想，真要贪人家处境被约束，这个人就压根儿没有任何能力出来胡说八道，对吧？而且到现在了，也没有取消他的担保，对吧？还担保给你搁这儿，你依然可以在日本再去说任何话。我觉得呢，你要这样讲说这个贪图别人这个处境被约束这事儿呢，这个就有点太没良心了啊！如果是这个，你出什么事儿，直接取消你担保，这人马上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你说你在那边跟谁一块干事儿，那你回来以后还要接受审查，你等于彻底的人就废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算很仁义了。我也觉得开源要大爆发啊，大模型带来的想象空间太大了，几乎可以参与好所有行业。是的，真的是每一个行业都会被改变啊。这个 ETF 就是中心化了啊，就背离了，这跟加密货币就没关系，等于就是投资有价证券去了嘛。伊朗、以色列再创双黄，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给自己的国民一些交代吧。那你怎么办呢？今天看了德国之声对中国新能源车的介绍，原来国内很多新能源汽车都和德国这边有深入的合作，而且大部分公司都在德国有分公司，
包括比亚迪、蔚来、小鹏在慕尼黑和大众一起成立了研究院，蔚来在全球设计中心也设在慕尼黑，这不挺好吗？这个，哎，这个生意这种东西呢，肯定最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没法彻底把它这个分割开来的啊。知乎现在已经严重变味儿了啊，感觉这个知乎我是从来不上。这个发展的眼光，这个是对的啊，但是人的性格要改变是很难的。就比如坑过别人、骗过人的，要变一个善良的人啊，感觉不太可能。哎，正好有这么一个事儿，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啊，就是虐猫这个事儿，对吧？这个虐猫的这个人呢，在叫做什么地儿呢？在这个2个大学都给他拒了，对吧？然后人家现在还说，我并没有犯什么真的错误，也没有违法，对吧？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权利，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对吧？这个我记得散人是录过一期啊，他因为他自己家养猫，养了好多猫，那真的是把猫当闺女来养啊。他对这个事情是完全不能容忍啊，他认为你只要虐过猫，对吧？他就是这个就完全就是坏人啊，这辈子改不好了，对吧？但是这个里头呢，从我个人角度上讲，2个方面，第一个，虐猫这个事儿呢，一定是心理变态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定是。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这个国家法律也规定说随便啊，我们也不管你，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机构可以去对他进行约束啊，那么这个确实是很危险啊。那如果反过来说，哎，这个是有法律约束，你虐猫了啊，我们就应该让你去这个比如说心理辅导啊，然后呢，你必须要得到心理医生的认证了以后，才可以重新回归社会。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有一些心理变态的人，比如说恋童癖，对吧？这些人是这辈子不可以再去做任何跟儿童接触的工作。那么比如说这些虐猫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种标准，说，哎，你呢这辈子不可以再去做任何跟这种小动物，包括儿童或者什么相关的工作了。但是其他的呢，他也有他的基本权利，你还是要去尊重他。另外呢，就是虐猫这件事情本身，如果他已经比如说进行了心理辅导，进行了疏导以后，然后也得到了这个专业的鉴定，说你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这个历史或者他这个曾经的过程，是不是应该成为他个人的隐私被保护呢？这个其实是我真正想去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出现虐猫这种事情，我们肯定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我们也不希望身边有任何一个人是虐猫的人，对吧？如果我身边有一个人说我虐猫啊，那我这个肯定也是看到他，我浑身鸡皮疙瘩会起来啊，非常的非常难受。但是我们要思考的不应该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罚这个人，而是应该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这个叫做什么呢？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对吧？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而且虐猫呢，我觉得它是一种病啊。那么既然是病呢，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救治的方法，对吧？我们是不是应该治病救人，对吧？治病救人了以后，然后这些人我们是不是以后就不让他再接触这些东西了啊？或者是让他在一个对所有人都相对安全，包括他自己也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下，能够继续享有他剩下的这些权利呢？啊，这个是我真正要去思考的问题。啊，所以呢，我并不认为说，这个什么本性难移呀，什么这种事情，我是不信的。我觉得中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小的教育中觉得，做老板、资本家就是剥削自己，这种情况只要有人旁敲侧击，就会，更加加强这种感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作为老板来说呢，他确实是强势一方，而且呢，他呢有的时候是会有一部分的信息吧，实际上是他是单方面掌握的啊，这个是确实是真的。即使是到现在为止呢，你哪怕到西方国家去，这些老板呢依然会在信息上比你掌握的要多啊。这个只要信息掌握的多，其实他权力就大嘛，他就有可能去剥削你，这个事儿是
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事儿认为是在剥削，而是什么？就是他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承担了更大的责任，那么他赚取的是他所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这个利益，对吧？我觉得这样去思考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思考方式吧。我现在还惦记给自己找个老板呢，谁愿意承担风险，然后给我发薪水，然后等着我去做薪水小偷，对吧？这个没有人啊。问个问题，美国做程序员20到30万美金，大概是个什么水平？不了解啊，因为我自己没在美国做过程序员。我觉得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和中国市场切割，德国如此，法国如此，美国也如此。我觉得倒不能这么讲，就是切割这件事儿呢，我们要看这个不是不能切割啊，就是它肯定是要付出代价，就没有哪件事儿是不能的，就是你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比如说吧，这个2024年3月份出口数据按照美元计价，比2023年就比去年3月份下降了10%几，对吧？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你们想过没有？对吧？然后就算以人民币下降，大概以人民币计价也下降了大概7.多%到8.多%，因为美元涨，人民币跌了嘛。所以你按美元计价的话，就是下降了10%几，按人民币计价是下降了7点几，就是中国现在出口就是不行了，对吧？然后人家这个美国人买你的东西，或者欧洲人买你的东西，它就是变少，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已经在付出这个代价。他说我宁肯贵一点，就美国的 CPI 为啥下不来？你买中国东西少，你就下不来，对吧？你买全世界任何地方东西都没有买中国东西便宜，对吧？你要多买中国东西，你的 CPI 早下来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们现在可能还是想付出这个代价吧，还是想做这个事儿。再说个题外话题啊，这次很多人为啥盯着他？这个还有这个什么的项目搞得民愤很大，而且和什么那个照片啊，这个我觉得其实盯着他很正常啊，这就是网红效应嘛。你任何人成为网红以后，你有点风吹草动，他都会被人盯上的，对吧？我要是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估计出去打个喷嚏都有人骂，你怎么可以打喷嚏呢？对吧？这个是太正常了，这就是流量嘛，出去蹭一下，对吧？我就是不太好意思蹭他。这个自从国内的新能源车的崛起，澳洲的动力煤价格就基本上没下来过。哎，为什么呢？新能源车难道都是烧煤吗？呃，这个就不了解了啊。学校推卸责任，只负责教书，不负责育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呢，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中国的很多事情啊，就跟我开始讲这个，饿了么外卖小哥被这个，什么人被这个叫做店员打了个差评，然后就活不下去了一样，对吧？前2天还有一个上海饿了么的一个员工，一个外卖员，然后呢，他是骑电动车撞了个老人，被警察拦下来了，然后这个人当场就崩了，拿着那个头盔不停地砸自己的头，说我完了，我那个迟到了，我这个要延时了，我完蛋了，我怎么办啊？就这样了。他其实是什么？就是你用了非常残酷和粗暴的方式，把所有应该由平台方、应该由管理方承担的责任都推到底层了，最后把底层矛盾激化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案例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一开始会去讲这个，什么的这个案例，就是饿了么小哥这个案例，它就是这样，对吧？你最后你说到底是应该给他一个好评呢？虽然我的饭丢了，我还应该给他一个好评，还是说你得到一个差评以后，接着能干这份工作，还是什么样呢？这个里头真正的坏人是饿了么，对吧？不是这个外卖小哥，也不是偷他饭的这个人，也不是说这个给他打差评的人，这些人我们都是在过日子，谁的日子也不容易，对吧？这个你说我点了一份餐，那么这份餐，这个可能人家也是饿得五鸡六兽的，没吃上，你给我弄丢了，对吧？那我去给你打个差评，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嘛，对吧？他最后就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
提到汽车，我之前订阅了路透的汽车频道邮件，提到最多的话题除了特斯拉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这个没办法，这个真没招啊。虐包是违背人性，虽然没有法律谴责，但必须受到道德谴责。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呢，人生活在社会上，第一件事儿呢，还是要遵守法律，然后呢，也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吧？它有一些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要保护它。这件事情呢，既然他虐了猫，让周围所有的人有不安全感，有这种不适感，就应该调整法律，对他们进行约束，对吧？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管控或者说用一些社会资源，把他们跟一些这个小动物包括小朋友都隔离开让他们去做一些这种心理辅导，对吧？这个事儿我觉得才是真正应该做的。然后呢，对他们的状态进行评估，而不是说你剥夺他的所有权利。这种虐待动物的国家法律监管是个问题可以不取消他的毕业资格证，但必须进行对这个我是同意的，必须要进行矫正。矫正完了以后呢，你可能还是要给他一个记录，对吧？以后有一些比如说容易引起他再去虐猫的这个事情，就别让他接触。你就跟那个，比如这个人有酒瘾、有烟瘾或者有这个毒瘾，你戒了毒以后呢，也会尽量的让他们避免再去接触这些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是个有毒瘾的人，然后你戒毒成功了，然后让你去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美国这个 homeless 这种地方去服务，对吧？然后旁边都是这个针头，这个你等于就是要害他嘛，就是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对吧？你要治病救人嘛。我是导师，肯定不会收这样的学生这种人心理阴暗，做事很辣，这个怎么说呢？但是你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吗？土豆条款，投资时写清楚，创始人离婚不能分股权这叫土豆条款吗？我们写了这么多还不知道是不是在土豆那个这个什么做的时候，就土豆公司做的我以前就有虐猫的同学，高中时候还回到班上把细节讲给同学听后来这个人去北大了，好吧？本性难移是大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呢，就是你说你怎么办呢？你本性难移了，你把他枪毙了，你把他送到集中营里去，对吧？你想怎么弄，对吧？他有他自己其他的权利嘛，对吧？这个人你就认为他病了，对吧？然后你说你到底是应该治个病还是应该怎么样或者说我给你做一些隔离，对吧？哪些事情你别沾了。连环杀手三大特征小时候虐猫、尿床、纵火，这个是不是能够通过心理辅导或者其他方式矫正这类的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类人都是极端的极端行为、极端言论。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你也不可能说我发现这个人可能有问题就怎么样。如果我发现这个人可能有问题，我们就对他另眼相看的话，那这事儿就没法干了，对吧？就跟纳粹似的，哎，这个人长得比较矮小你不可以生孩子了，给你打一绝育针吧。那个人有精神病史或者你家族有精神病史这个人也打一个绝育针，或者直接送集中营吧，对吧？你是不能这么干的，对吧？就是如果说我觉得你未来可能会出问题，哎，我记得原来有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叫《少数派报告》是吧？汤姆克鲁斯的，就是这样。他预言你这个人未来会犯罪，就直接把这人干嘛呢？送到那个冷冻的那个地方去，给你冷冻起来，对吧？这个事儿是不能搞的。很多年过去了，也是普通人忙忙碌碌，幸好他还没结婚。打光棍可能是对社会的负责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吧。就像当年无法接受同性恋图灵被化学阉割，但是现在文明进步能够接纳同性恋了这个是我认为主流文明不会接受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
同性恋这个东西呢，跟虐猫肯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我就是亲眼见过那个谁的啊，叫尤瓦尔·赫拉利，就是写那个《未来简史》那哥们儿，人类简史那个，他是个同性恋。然后呢，他讲的就是，我自己开心，同时我不影响别人，对吧？这个呢是同性恋也是这样，就是他自己很享受这一个事情，然后呢，他也不影响别人。哎，我是异性恋，啊，他到我这儿他尊重我，对吧？我呢我也尊重他，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对吧？你不能说，哎，我是异性恋，他是同性恋，然后他跑到我这儿来一定要骚扰我，那这个事儿我是不能容忍的啊。或者说他来教育我说你怎么可以是异性恋呢？你怎么可以怎么样呢？这个事儿我不能接受啊，就是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别影响别人就行。但是虐猫这个事儿肯定是影响其他人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西方这种主流社会里头，他们也有很多的这种有精神疾病的人啊，他们处理的方式呢，也是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或者帮助他们在不危害别人和自己的情况下，对吧？享有其他的权利啊，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提倡的事情。我觉得虐猫本身不入法啊，很难用相对公正的方式去对待虐猫的人。其实最应该做的是入法适量，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入法。虐猫肯定不能原谅的，这种心理的问题需要看心理医生。自由不代表可以虐待动物。我觉得虐待动物本身这件事情呢，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去管它啊。但是虐猫让我觉得比较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虐猫是这样，就是他们虐完猫以后会拍视频，然后会传播，而且这个东西会卖钱。这个而且还不断的再去吸引新的人加入，说你们想加入虐猫群吗？然后必须要自己去虐一个猫，然后上传视频，像交投名状一样，然后呢再去拿这个东西再去卖钱，它是一个生意在国内。这个是让我觉得完全无法接受，因为这件事情你会真的给很多的年轻人带来极坏的这种心理影响啊，这个事儿是完完全全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一定是违法，这个事情在中国也还是违法的，算是传播这个非法或者传播一些这个不算这个什么吧，但反正他肯定是给他有一个规定，就这种内容传播是违法的，就是你虐猫不违法，但是你传播这个内容是违法的。湾区大厂和科技公司本科入职18到25万美金，哇，好厉害！虐猫这个事情的例子还是有点跑题啊。如果是 BDSM 被暴露在公共视野下，算不算是私德问题，还是这个侵犯公权？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这个还是要自愿吧。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你自愿，就是我觉得大的权利是大家自己觉得开心，然后不要影响别人，对吧？你把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传播出来，那别人看了不舒服了，这事儿肯定也是有问题的。我理解中国容易泛道德化啊，赞同需要心理辅导。是的，中国如果完全不用其他国家的产品，那么其他国家同样会拒绝中国的产品，所以闭关锁国是不行的。这个事情你不能跟我讲啊。Netflix 给最多资深港式底薪就是50万以上了啊，这个好厉害。坦克 A 梦啊，除去税和五险一金剩多少？人家可能不是五险一金啊。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自己想去，你就去找，对吧？该投简历去投，大不了人家不要你呗，又丢不了什么东西，对吧？我觉得重点是虐杀这个行为啊，这种心理问题太难纠正了。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它难纠正啊，我们也承认它难纠正，而且很多人可能纠正了以后还会再犯，就跟毒瘾一样，对吧？但你说你把它怎么办吧，对吧？你说你能把它怎么办？你如果说赞成把他们送集中营的话，你跟他有什么区别呢？然后你背调能查到，那这辈子他能干嘛呢？
这个平时太清高了，对，他有的时候是有点这个不能算清高吧，就是他还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觉得自己这个处理到这样就够了，他有时候是这样。发电还是烧煤，咱们还是上核电吧，风电，对吧？太阳能这个海浪可发电的东西多了，远离虐待小动物的人是这样的。中国出口是不是因为很多出口是走墨西哥这类国家，其实出口没有减少太多，这个肯定有很多原因了。你比如说，呃，有些出口是你走的越南、走的墨西哥去做了转口，而且转口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把利润留在国外了，这个肯定性是存在的。但是呢，既然他们这么做了，那么国家统计局就统计不到，我们只能看统计局统计出来的结果。最近煤价在涨，好吧，这个离我稍微有点远啊。以前有人说话，中外关系就是夫妻关系，难过是难过，但是，也就是难过。那夫妻还有离婚的呢，对吧？还有这个比如说，大郎该吃药了，对吧？还有这样的呢。美国油页岩页岩油开采技术应用之前，也严重依赖中东石油啊，确实没有什么不能分割的啊。代价问题，稀土美国也有大量储备，只不过进口性价比，对，是这样的，进口更便宜嘛。啊，你可能看错了人啊，其实啊，也他怎么说呢？他其实散人，哎，对他也没有那么了解了，对吧？怎么看猫一杯发个这个对啊，我已经录好视频了呀，你现在不是我的会员，所以你没法先看到了呀，对吧？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嘛。这个会员已经都看了，对吧？这个不是会员的人，明天早上8点半看。没记错，澳洲动力煤好像大量出口的是中国啊，外国电力好像是以天然气为主，好吧？除了虐猫这种恶劣行为很难处置之外，刚才老范提到的一点，我觉得也是国内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人肉。我的观点还是一码归一码啊。对于恶劣行径的处置是一回事儿，对于人的隐私保护同样也是一件事儿。这个，但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政府不做的话，这事儿没法整了啊。对，是的，这个 Peter 陈就是原来是会员，然后呢，后来取消了，后来呢又加入会员，然后又取消了，对吧？那他就选择晚看一点呗，这个没什么关系。全球化的概念是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所以不是谁不能和谁切割的，所以打破全球化也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这个富士康一部分工厂移去了印度啊，需要花时间做产业布局、培养人才、技术工人等等。是啊，你想富士康当时到中国建厂的时候，它其实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的，对吧？都一样，只是咱们现在已经培训好了。这个网络判例死刑起步，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也讲嘛，说网络上你说怎么过瘾，枪毙立即执行，对吧？没有比这更过瘾了啊！说你这个道歉了吗？道歉不够啊！你这个承认错了吗？承认错误不够啊！这个其实这个是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不能忽略，但还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是的。我记得2013年不是很确定，美国大使馆年底邀请了一些中国艺人士，其中就有他。然后，大使馆明确要求不能对外。然后问这个又怎么样呢？对吧？这个我到现在还被这个日本的一位网友这个要求去删照片呢，现在我也没删，对吧？这个因为我们把这个日本见面会的这个照片公布出来了，他说这个不行啊，必须要删掉。不能因言获罪啊，更不能因想法获罪。只有行为触犯法律，才是唯一该得到处罚的。是的，鲁迅小时候也虐过猫的，因为吃了他养的宠物小宠物鼠。
而且那时候不能叫，不能给猫绝育，经常叫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故事。其实你要说心理上的有问题的这些人，乔布斯心理上有问题没？对吧？这个乔布斯，你去看看《乔布斯传》，然后看看那个他的家人对他的评价，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剥夺他去成为一个这个伟大公司领袖的这个机会呢？这个好多事儿不能乱讲，还是要没有乔布斯，我们今天就没有苹果，没有我们的电脑，没有我们的手机。啊，美国是这样的，如果有心理疾病，可以强迫去参与心理治疗，例如家暴的人啊，然后可以有限制令，啊，这种人大概率有童年的问题。我还是相信人性本善啊，我那个同学后来大家了解到，早期母亲缺失，其实童年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该有一些心理辅导，而且是应该是社会去监管他们啊。老范说的解决方法确实是细腻的、体贴的、人道的，但事实情况是，即使是温良恭俭让的人，在目前也难以得到公平的对待。我觉得呢，你还是要去一个这个整个社会和政府都愿意越改越好的地方，你不能在这个大家破罐破摔的地方去待着啊。打卡多伦多啊，刚起床看到直播了啊，好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你是跟他有啥仇吗？他抢了你老婆了还是咋着了？我觉得呢，我们不需要把谁当回事儿啊，这里头没有伟大领袖，没有谁呢不能说，但是呢，也没有谁就真的跟谁有仇，对吧？然后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是跟你有仇呢？骗了你的钱了，还是怎么着了？或者说你觉得你证明他是个坏人，然后你就可以伟大了，对吧？真的我也搞不明白这位王正同学，你到底在想啥呢？对吧？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了，说这个人我们都并没有那么熟悉和了解，对吧？然后你非要来，我要证明一下他就是个坏人，这个事情对于你有那么重要吗？对吧？你证明了他是坏人，你就变成好人了吗？对吧？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啊。虚伪的人看到猫虐老鼠看得乐呵，这个跟虚不虚伪没关系啊。其实好多的时候，人的这个整个的心理状态是受社会因素所影响的。你比如说咱们吧，咱们吃的猪都是这个善过的，对吧？不善的猪是不好吃的。但是呢，你这东西送到澳大利亚，送到美国，美国我不知道，反正澳大利亚肯定是不允许善的，因为那个你把这猪善了以后，他认为不人道，那猪就不好吃。那些中国人都很虚伪嘛，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状态，对吧？如果中国整个社会说我们不能再接受这个事儿了，那么还有个别的人说我就想吃善的猪，那这个事儿你就肯定有问题。如果整个社会说，哎，我能接受这事儿，大家都这么吃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那就吃呗，对吧？就跟以前韩国人都吃狗肉一样，那你说吃狗肉的人就这个罪大恶极了吗？后来说，哎，我们韩国人都不吃了，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再有一个人说我一定要去吃，那肯定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标准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平均水平啊，不要脱离这个平均水平太远。流量时代，好的不好的都会被放大，是这样的。人类的发展指数的高低来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高低，我是认可的。一个高文明的国家对于虐待动物早就我觉得也不是关进监狱吧。这个，但是我对国外的法律并不是那么了解了。这个也可以有一些懂国外法律的人告诉我们一下。目前国内的电70%都是煤发出来的，这个我还没看啊，有这可能。大郎点题了，是的。某神秘东方某东方神秘大国讲立法，好吧，还在直播，哎，这个也没有了，今儿就跟大家闲聊嘛，这个也有300多人陪我们闲聊啊。说到人肉事情啊，Twitter 上面最近都在喜欢开盒还是挖粉，但是挖坟这个事儿我是觉得挺无聊的啊，挖任何人的坟，包括这个包括我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你们拿去挖坟，我都觉得挺无聊的。我现在看油管每个博主都是1.75倍啊，结果
就是每个博主我觉得口才都不错，早上听 LT 的新闻，再听听老范的科技故事，下午回家路上听听王健的新闻、散人的散文，然后觉得挺充实的。唯一就是不想学英文，有什么好办法？我也没有好办法，我英文也很烂。最糟糕的是，好的放大了，引导性不强，被怀疑啊不好，这才叫什么呢？叫这个就是人是有这种叫被迫害妄想症的。我告诉你，一定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今天有个消息啊，孟买的富豪比北京多了，啊，印度做对了什么？印度的贫富差距可能比中国还大，就这么简单，啊，就是真正幸福的还是像日本那种，就号称是80%、90%在中游啊，那种才是比较幸福、比较稳定的。就这中间这坨越大，就越稳定，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很尖很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那它这个事儿就各种社会矛盾就比较容易积累下来吧。啊，既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啊。这个，印度经济发展起来了，感觉啊，有可能。中东局势没去过，啊，这个我刚才好多事情，你涉及宗教这事儿，你就说不清楚啊。我有时候有个错觉，一个人还是没点毛病的话，好像也没办法成大事儿啊，本事大，脾气也大。这个我觉得任何人，你说这人是完人，对吧？就跟那个王莽似的，要么是大奸大恶，要么就是一个真的是，对吧？他肯定是比较极端的一个状态。咱们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干嘛不灵，吃饭第一名，对吧？加拿大和美国猪肉怎么会有一股骚味？学到了，是的，他们，我印象里他们是不善的。这个也不是每周日啊，想起来做就做，不想起来就拉倒了。而且完全不定时啊，听别人观点啊，有益的、有启发的学习不同意的观点，也没必要太偏激。对啊，忽略即可。这个，而且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证明谁是坏人，这事儿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这个对于我来说，你看有些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博主，我也不认为他是个坏人，对吧？就是对于我来说，什么样的人叫坏人呢？就是，呃，他明明知道是这样的，但是呢，非告诉你是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呢，还拍着胸脯说我说的就是对的，啊，这是我比较讨厌的人啊。这个，你比如说他告诉你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我不喜欢，但是呢，他自己也认为这是对的，对吧？他还真心实意的告诉你说，我真的认为这个东西是对的哟，对吧？我就要这么告诉你，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对，日本号称1亿中产嘛，你想他1.2亿人1亿中产，那基本上就是80%-90%的人都是中产嘛。反正啊，不要在这里讨论其他这个是的，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倒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这个就说不得，但是呢，你就一定要证明这个人坏，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奇怪。对，加拿大猪肉比国内的香，没注意到有骚味儿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反正我知道加拿大的牛奶肯定没有中国的好喝，因为我在加拿大我喝过他们的牛奶，星级了，澳大利亚的牛奶也不好喝。中国的牛奶为什么好喝？可能是科技与狠核啊，对各种 AI Chat 的这个prompt 有研究嘛，最近在研究这玩意儿，挺好玩的。哎，本来还想跟大家直播一个那个什么呢，就是用 Kimi 的啊，这个真的很好用啊，这个明后天吧，看有时间再跟大家直播一次。认识 Twitter 上的大老王吗？不认识啊，怎么看？没看过。干嘛不灵，吃饭第一名啊，这个说法我喜欢啊，我也喜欢。加拿大杀猪不放血啊，放血也是一个去掉腥味儿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他们反正也是为了这个什么，为了这个人道主义嘛。就是你就想吧，你对猪人道主义了，对牛人道主义了，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猪能感受到吗？其实感受不到，因为你最后还是把它弄死了，对吧？最大的感受是，最大的好处是人啊，我们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了猪，然后人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提升啊，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可能是个人味觉差异吧。我觉得日本的牛奶很好喝，加拿大和美国的也很好喝，比国内牛奶好喝。我是真的不觉得，日本牛奶一般啊，日本牛奶跟国内的差不太多，没有国内的好喝。然后美国的、加拿大的其实真的不好喝啊，澳大利亚的也不好喝。
国内牛奶真的是有点科技与狠活啊。然后日本我觉得跟国内差不太多啊。然后这个其他地方牛奶我没什么印象了。我应该泰国的也喝过，然后印尼的、马来西亚的应该都喝过，新加坡的可能也喝过，感觉跟国内都基本上是一个风格的。然后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牛奶喝的是不是一个风格的？反正我觉得他们那个牛奶更难喝一点。日本牛奶我觉得就好喝，日本牛奶是确实还不错啊，但是知乎上看到有人说日本的食品监督要比中国松多了，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啊，我这个不太确定。我觉得日本可能还是比较严格啊，都杀了吃肉了，还谈啥人道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你去做了这样的要求以后的话，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会上升的。虐杀小动物这个事儿就是缺乏立法啊，各种危害国家安全法都有了，这个看哪个重要了吧？人家觉得这个更重要吧？翟山鹰之前的老板啊，王吉洲，王吉洲是翟山鹰的老板，这个人我就不认识啊。感觉他有点东西，3个月做了5万订阅，喜欢讲神通啊，不知道这个没看过。善放血排酸啊，能去除大部分的肉骚味儿。是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国内，牛奶好喝，是不是香精的问题？其实不一定是香精，它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放了一些胶，它还也调了啊。我告诉你，什么牛奶最好喝，就是那个直接挤出来不做任何加工那个牛奶是最好喝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有好多那个蛋白质分子都很大。然后呢，再往后一步就是加工，加工完了以后要把那个蛋白质分子都打碎，然后呢，那个奶的那个粘稠啊，那种糊嗓子呀什么那个就会差一些，它要重新调它整个的浓度，而且要把所有的奶兑在一起嘛。然后这个中国人会想办法再让它，比如说蛋白质成分上升或者什么，你像那个蒙牛那个叫什么东西，那个叫安慕希，那不是酸奶，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小蓝盒的那种酸奶，就是什么乳蛋白特别高那个玩意儿，就是你就想牛直接挤出来它就没这么高，那你怎么办？你想办法把水分去掉一些呗，或者说加一些胶，让它能够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稳定存在嘛，它这个乳蛋白就可以上升，它就好喝嘛。然后有时候我觉得这些欧美国家的脑回路好清奇，其实也没有，就是他这种状态呢，其实肯定还是对大多数人有好处的啊。食品安全级别最高的区域好像是欧盟和日本，应该是，所以放血不彻底啊，这个就不知道了。一个一个不妙逃出国的人，能是什么好人啊？没看懂，我还惦记跑呢，只是跑不掉而已。新挤出来的牛奶没试过啊，一直幻想是腥味挺重，其实不重，因为我以前在济南喝过那东西，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比较早嘛95年96年吧，他们呢是在农贸市场有卖的那种，就是农场直接挤出来的奶，它等于没经过消毒，没经过高温杀毒，也没经过任何的处理啊，那个是真好喝。但是那种的喝了有些人会拉肚子啊。以前一个新闻，一位西班牙农工把猪宝宝当床压死了79只猪仔，被判了15个月啊，这个好吧。想到一个真实故事，很多年前还在高校工作时，有一个同事公开课出了点小事故，结果被传得非常不堪，但实际情况没人关心。这个同事是一个老实简单的人，因此不了解一个人不一定要人云亦云、附和是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传人是非者，自己就是是非啊。我记得这个叫什么，我以前是经历过一次，那时候还在波兰的上班，然后呢，正好是公司分拆，分拆了以后呢，来了个新老板，这个老板呢我也不认识啊，就是原来也是公司员工啊，也是公司一个高管，就是我不认识。这个但是分拆了以后，我等于要跟着这个老板干活嘛。
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跑去这个老板那说我坏话，说完我坏话以后呢，这个我这个老板呢也是说，那我再找其他人再核实一下吧。然后找了那个等于第三个人又去问，说这个谁谁谁啊，说范路这个老范这个人不行啊，有问题啊，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第三个人说这个那个说坏话的人还跟我说你不行，对吧？然后我就在那个公司又混了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嚼人是非者，就是自己就有是非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蒙牛的叫纯真啊，对，安慕希是伊利的啊。这个好吧，这个牛奶的问题我们就不管了啊。特仑苏啊，对，特仑苏，对，讲的是特仑苏。我现在这个脑子，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叫什么了，有一点点老年痴呆了啊。加寒天常见的增稠剂啊，海藻提取物啊，不，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嘛，什么胶嘛，那个叫就是那个卡拉胶嘛，卡拉胶就是海藻提取物嘛，就是他们好多就是加这个东西。阿拉伯地区的牛奶不错，很少喝过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超市里头，在国内超市里头是可以买到这个叫什么呢？可以买到这个叫做德国的牛奶啊，可以买到这个法国的牛奶，可以买到这个欧洲的很多奶源都是可以买的啊，这个还是味道还是可以的，直接挤出来的奶没有细菌，有啊，肯定有啊。现在牛奶过剩了，都开始倒奶杀牛了啊！这个我觉得倒奶杀牛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有好多的时候不是牛奶过剩了，可能就是这一批牛奶它的某一个生产指标有错误。某教就把杀生畜生交给了专业人士啊，普通人不见杀生是有好处的。这个是穆斯林好像是这样的。是的，呃，闲时莫论他人是非，对，卡拉胶啊。好了，我们也差不太多了啊。有没有见过德尔菲之父安德斯？没见过啊。我去的时候他应该去微软了吧？我在那个时候就真正管这块的人叫 David I， 一个大胡子胖子。日本叫寒天啊，中国叫琼脂，还有一种叫反正是凉粉啊，但是现在国内一般都是些卡拉胶啊，这个好吧。初中政治课能信吗？你如果要考试还是得信啊。好啊，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我们正常的话，下礼拜天也许有装药盒，也许没有啊，就是大家不要等啊。这个好，大家下周工作快乐，再见。啊，这还有啊，前几天看了一期范老师和几个 YouTuber 一起讨论工程师文化啊，我在想有没有下次搞一期聚齐产品经理开发。这个其实我认识的产品经理、运营和设计不是很多啊，这个也需要大家自告奋勇，而且大家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特别能聊，像我们上次讲工程师文化的时候，那几个都是，就是我们虽然3个人、4个人在讲工程师文化，对吧？但其实我们都不能算完全的工程师，我们都是 evangelist，就都是这个布道师，我们等于一帮布道师，就做过工程师的布道师，然后坐在那聊这个事儿。所以你绝大部分的设计师、产品经理其实是没有这个沟通能力的。新西兰牛奶啊，这个高温烧度83度，这个新西兰牛奶我好像也喝过，味道还是不错的。就这样啊，辛苦了，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工作开心啊。这个废土啊，我准备去看。好，再见，结束。